话说上一次讲完这个黑暗地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貌似铠甲棚这边换色并不是行客这边带起来的，这不还有8年前的黄金炎龙和爆炎帝皇吗？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我们一起看看8年前的这个铠传进化版炎龙和帝皇。是的，2017年已经距今有整整8年了。话说这2款产品当年的时候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啊。首先就是这个魔术贴连接的开窗结构，在当年真的是给我一种原来铠甲勇士的玩具也能做的这么高端的感觉啊。我们看到这个进化版的炎龙主体，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系列应该就是想对标假面骑士的 SIC， 无论是身高、体型还是设计语言都是比较接近的，是把原版炎龙侠的外形改得更加张扬、更加狂野。我个人觉得这版其实要比后面发售的那个响指动漫那个版本要看着顺眼不少的。比较牛逼的是，这个玩具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啊，都是差不多100来块这个样子。在这个价位下，肩膀以及胸口都用上了非常漂亮的透明零件。虽然说眼睛部分这个质感拉了胯，但是好歹也是用上了嘛。只能说奥迪双钻良心的时候确实是挺有说法的。里面除了手型之外，附属的唯一一个配件就是这个烈焰刀。这个烈焰刀也是做了魔改化的处理啊，可以看到它把这个刀一面变得特别大，配合上面还算不错的涂装，我认为装起来效果也是挺不错的。我操，这拍的也太帅了吧！这还是我拍的吗？不过这个进化版可动性还是非常拉稀的，就比如说这个腿部，它就是没有引用万代的那个下拉关节，导致它这个腿部可动性非常局限。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进化版的帝皇，感觉这个改的就没有炎龙那么好看了，可能是原版帝皇的设计就已经很完善了，这时候再进行夸张化来增加细节，就显得有些画蛇点睛了。就比如说这个脑袋整体的感觉就是太大了，与身体不协调，我还以为大头英雄模式呢。包括眼睛部分也给人一种眼睛做的非常大的感觉，没有那种帝王的威严感。这点在炎龙上我其实不太介意，但这可是帝皇啊，霸气是一定要有的。那么这个进化版的帝皇和响指动漫相比，各位会更喜欢哪一个的设计语言呢？除了眼睛以及额头水晶是以整块透明零件以外，这款产品其他部分就没有采用到透明零件了，包括肩甲这边2个老虎的眼睛也是采用一个金属色涂装，像是腰带部分除了中间的太极图案，周围围的这个5行元素是没有上涂装的。毕竟都这个尺寸了，其实给它上个涂装也不是什么难事，这点感觉还是有点偷懒的。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胸甲给拆下来，然后把极光盾上半部分的零件给卸下来，安装在它的胸口，就可以还原出终极帝皇铠甲了。整体造型上会更加厚重，从而减轻这个头大的感觉。再拿上这个魔改夸张化的极光剑，我认为效果是非常赞的。但是碍于可动性的原因，摆姿势其实是稍微有一点奇怪的，不过也算是勉强够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握持它里面附属的极光盾，整体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也可以选择将极光剑与盾结合一下，把它变成帝皇战戟。这样子看下来，炎龙相较于帝皇来说，其实玩法上面是少了非常多的。那么这2款产品我认为还算是奥迪双钻发挥的非常不错的一次了，特别是在2017年那个铠甲勇士人偶非常空缺的年代。其实这期视频的主题并不是他们俩，而是这2坨。哎呦啊！OK， 我们开2周目吧。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个黄金炎龙和这个爆炎帝皇，是刚刚我们讲到的2款进化版帝皇和炎龙的限量199体的换色限定版本，就是把炎黄和地龙的颜色进行互换。奥迪双钻真的是很擅长，大伙儿都在夸他的时候，他突然拉一坨来跟大伙儿说：“我操，我欠骂了。”首先，这个盒子从之前的塑封改为了这个哇非常高级的抽拉式。我编不下去了，正面的大头照以及这个抽拉式的盒子，完全就是超真骨雕嘛。然后配件方面，完全的和原版一模一样啊。这款产品当时的发售价是399，相较于原版来说是翻了好几番啊。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黄金炎龙，这个观感复杂的让我一时间有点语塞啊，怎么能丑成这个死样子？首先是他选择的这个红色、黄色以及橙色这几种颜色，这几种颜色非常相近，导致整个产品上半身看起来没有层次感，直接就是糊成一坨的那种感觉，和原配色的炎龙比起来真的是高下立判。像是底衣部分它是做出了一些青灰色不太规则的效果，应该是想表现出做旧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这个发色真的很奇怪，很没质感。像是身上它也是有做出一些类似于做旧的效果，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要露出你的真本事，这样别人就会知道你没有任何本事。像是一些光亮的地方做旧，我认为还算是能看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质感。但是你要看到它这个大腿大面积的地方，哎呀，这他妈真的不是笔痕吗？给我一种它这个金色都没有遮住底漆的感觉。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应该就是它这上面薄薄的一层这个做旧涂装是通过刷子和了一层非常稀的漆刷
刷上去的。包括里面附属的烈焰刀改了配色的同时，也是做出了这种做旧效果，比本体上稍微好一点吧，但也挺难评的。那么这个黄金炎龙，各位觉得怎么样呢？兄弟这我还花了300块。那么下一个大伙儿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点耳闻啊，这个大名鼎鼎的爆炎帝皇。这个配色其实相较于刚刚的炎龙来说要好接受很多，顶多也就是不太好看啊，其实并不会说特别丑吧。身上的做旧相较于炎龙来说，感觉上也是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吧，但也不会说有多么好啊，我看着依然是挺不顺眼的。不如说就做成那种崭新出厂的样子。第一部分的这个做旧没有炎龙那么夸张，观感上立马就好上了不少。像是其他地方依然是有刷的一层非常湿的，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漆上去，反正肯定是以一种非常稀的状态刷上去的这种质感。反正我觉得这种做旧挺没有逻辑的，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效果。当然我们这边也是拿它和原版帝皇的这么一个配色相比，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配色呢？然后里面所附属的极光剑也是有做出这种做旧的效果，上面红色的应该是想表现生锈的这么一个效果，但问题是只有剑身有这种做旧的效果，像是剑刃啊这种红色的地方都是崭新油亮的，总体来说感觉上挺割裂的吧。里面所附属的盾牌也是同样的效果啊。那么总的来说，这个爆炎帝皇我认为也是和黄金炎龙半斤8两的程度。如果你觉得帅纯粹是因为帝皇这个造型它的底子好，和它这个配色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同样也是花了老牛300块买的，虽然感觉还是挺贵的吧，但是相较于当年的发售价来说，其实还便宜了。毕竟做成这个样子，即便是限量200个不到，也是毫无含金量的。傻子才会刻意花这么多钱收这种东西。OK， 那么看完了，如果能一键3连帮老牛回口血，老牛会很感谢的，求求你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老牛怎么下期视频再见。